传令全军据城10里下寨，事后前出200步，遮蔽大军左翼。叫弟兄们都小心点儿，那城里怕是有古怪。走，撤，撤！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，可若是论及用兵，天下藩镇众将里，及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。想让他大义轻敌，吃上一个小亏，怕是痴心妄想了。贼众虽远来疲惫，一开交错，却是无懈可击。张彦泽纠长荣基，先帝与当今2代天子厌极了他，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。果然有些道理。今日打不了仗了，让儿郎们谨慎些。哦，张逆没有攻城，他九长荣基不急于这一时半刻。再派50个人，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，守住那个口。好，好。你在干嘛？回禀将主，卑职钱洪树听候将主差遣。你以为真闹着玩吗？这打仗会出人命的。回禀将主，卑职知道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当军少时贼寇攻城，兵凶战恶，见识无眼，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。回禀使君，卑职知道。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？贼众围城，天亲在即，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，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洪处，听候使君将主军令。你拉开弓吗你？行了。卑职可以迟钝。大郎，看马来报，张力出营了。铁骑5000，兵卒1万，共计6军，还有契丹1000。传令下去，各指挥紧守城墙，无令擅自出营者立斩。大声喧哗蛊惑军心者立斩。诺。击鼓。骑兵第1响掠宣阳门，第2响掠营出门，摆步慢守。我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靠近营出门100步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
1拳300到500步，3拳就是2到3里地啊！一大早马力壮得很，跑上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那就再忍着他10圈。通知各指挥，提前半个时辰放慢。是。41个，伤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5发了。第10圈了。鸣金，让齐军回来。长官。赌一把，赌一把。神权尽量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，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。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啊！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。偷城？来，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随我向前！给人给我赶下去！
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掉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-1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叶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！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赚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来了有料，下不得死啊！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清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承旨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寨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碰到老胆的、丧胆的，给我往死里砍！喏，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绕到对面侧营，听信号，动手。
火！救火！救火！大佬，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披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使了，随我去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哎，跟着大老冲！车长，快走！我等殿后。快走啊！尔等男人甚是无趣，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。哎，太尉，太尉，太尉，南寨失火！什么？南寨？将士们，多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喝。启禀主帅，我将率18支会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折，焚毁了瘴逆屯粮的南寨。你的18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，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，混账东西！小畜生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，自己献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。你有几个脑袋？我梁之罪，滚下去带队！喏。
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。来人，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，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喝酒吗？潼关，赵光义，字元朗，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，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1分3品以上的技巧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红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久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天下的阿爹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？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似乎都不对。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节阵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
好美啊！在宣赫的盛世，也终有落日；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